evil. 欢迎收看游戏不止，我是乔毅。这次给大家介绍一款上个月刚推出的游戏《遗迹：灰烬重生》。游戏在没有宣发的情况下就占据了 Steam 销量榜榜首，并且蕴含了不少魂系元素，在直播圈也火了好一阵。这次我就来带大家看看这款被誉为射击游戏版的《黑暗之魂》到底是什么样。遗迹灰烬重生，从这个名字可以看出，名字辨识度不高，感觉像几个游戏名拼凑起来的。说实话，我都记了很久才记住这个名字，总是念成什么遗迹灰烬传说、遗迹余烬重生等。这款游戏最大的特点，说好听点就致敬结合了多款大作元素，但不喜欢的玩家也称之为缝合怪。我来给大家理一理游戏中出现的大体元素：roguelike、希伯文化、魂系的雾门、BOSS 战、篝火元素瓶、全境封锁的设计感和单人多人的玩法、使命召唤死亡的名人名言等等。游戏的剧情有点苍白。不过话说回来，玩这个游戏的玩家100个，起码95个基本不管游戏剧情在讲什么，剩下5个想认真了解下剧情，结果发现剧情很乱，想学魂系只言片语拼凑剧情，结果导致我完全看不明白。大体就是根蔓怪物什么的占据了地球，幸存者为了生存去各星球传送寻找解决办法，反正刷就完事儿了，要啥自行车啊。游戏初期可以选择3个职业，一个是擅长远距离攻击的猎人，一个是偏向于辅助的前教徒，还有一个则是倾向于近战的拾荒匠。大体上就是武器装备在一开始的差别。实际上游戏中后期有了别的职业装备，这3个职业是可以自己转变的。接下来完成13号实验区的任务后，便开启了这颗红水晶，相当于点燃了篝火，可以传送到别的地图探索了。游戏的大体玩法，每次重生和魂系的怪物一样会刷新，但区别在于结合一点 roguelike 的性质，重新刷新的怪的位置和种类会有变化，而游戏基本玩法便是探索地图。每个地图通常由2到3个地宫组成，进入后继续探索。地宫最后会有个毫无牌面的 BOSS， 战胜他们后回到主地图，然后继续去下一个地宫打 BOSS， 最后清理完该区域后，就进入了游戏的主地图，继续重复。等主地图清理的差不多了，就顺着剧情进入下一个风格不同的地图区域，继续循环。地图风格目前有4个，一个是废墟城市，一个是沙漠，一个是沼泽，还有一个是丛林。画面凑合，说不上好也说不上烂。对于偏动作类的游戏，射击手感、打击感还行，翻滚躲避怪物的攻击也很良好，部分小怪的设计还比较有新意。游戏前期还玩得很有意思，给我的体验非常好。随着游戏的发展，慢慢我就发现了不少问题。虽然结合了很多大作元素，不少游媒也给出了一定程度的好评，但我感觉他们大部分都是被前期的体验给忽悠了。首先，游戏的引导很差，经常告诉你去找个人，去找个开关，去找个怪物，然后地图标识、路线、导航，想多了压根就没有，导致有 10% 的游戏时间都在找这些东西，找不到网上去查，结果发现很多玩家也面临同样的问题。游戏的流程不算短，但游戏的内容不算理想，主要是地图素材的反复套用。例如他做好一个洞穴的地图，这次进入是从 A 口打到 B 口，之后在别的地图再次用这个洞穴的地图，企图用 B 口倒着打到 A 口，让玩家以为就是一个新的地图了。这种节省地图资源再加上怪物可以复活的设计，让我一度以为这地图我来过了，结果迷路了很多次。同时这游戏最大的卖点就是射击版的魂系游戏，既然想学魂系并以此为卖点，那我们就来比较一下两者。遗迹灰烬重生对于魂系的理解只学了个外壳，并没有学到精髓，具体表现在哪儿呢？黑魂的 BOSS 每一个出场都能给玩家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，他们有自己的故事、剧情、招式等丰满的人物设定，而在游戏里类魂系的 BOSS 毫无牌面。我们来看看黑魂 BOSS 出场的气势。当玩家一见这场面，立刻有一副肃然起敬、遇上强敌的感觉，人都要做得端正一些。而灰烬重生的 BOSS， 无论是造型还是气势，都差了不少。
例如这长得像个油炸粽子一样，还有这个像个锤子一样的怪，造型一看就没用心。不知道是翻译的锅还是游戏人物设定的问题，BOSS 的名字更是糟糕。你看看人家黑魂里 BOSS 的名字：灰烬审判者古达、冷冽谷的舞娘、深渊监视者、教宗沙利文、吞噬神明的埃尔德里奇，每一个光看名字就感觉不是好惹的货。你再看看这里面 BOSS 的名字：夷平、烫伤、烧焦、灼烧、猛攻、钉耙，唯独就这个伊克西里斯还有点样子，但还是太敷衍了。例如这个叫烧焦的 BOSS， 改个灰烬之意也比烧焦好啊，又切题又能体现怪物的特点。名字这个问题倒是其次的，这游戏最严重的问题是 BOSS 的攻击方式非常糟糕。魂系的 BOSS 每一个招式需要玩家来学习背板，探寻如何应对，一步步破解 BOSS 的招式，最后减少失误来战胜他们。而这个游戏 BOSS 招式单一，基本上就能2-3招，最大的威胁是招小怪，还有就是较少的弹药。4个 BOSS 结果就是招小怪来打你，导致游戏的 BOSS 战非常无聊，基本没什么挑战性，就是清小怪，顺手打 BOSS。而弹药永远就那么少，这些小怪的设计也是为了给你补充弹药的，并且很多 BOSS 都能初见过，除了蝴蝶双子能给我留下点印象，其他基本都没什么难度，也很难让人感受到战胜一个魂系 BOSS 后那种一步步自己变强的成就感。游戏整体难度比黑魂差远了，不过这样相对而言更贴近玩家。人物的变强便是由打怪的经验以掉落收购而来的材料组成，经验提升人物的等级，然后技能点可以来加一些技能属性，而材料可以强化武器装备。游戏里的死亡基本没有什么惩罚，就是回到上一个存档点，每次刷怪得的这些经验和材料都可以保留，这样你就会发现，虽然有时候不一定打得过敌人，随着这些经验物质的不断积累，你会越来越强，总有打得过去的时候。说白了，并不是你的技术提升了，而是数据更好了。之前打3枪，现在只需要2枪就能打死敌人，这一点上对于追求技术的硬核玩家算是缺点，但对于更多的大众玩家算是优点。毕竟高手就那么多，更多的玩家也不想因为难度过大被逼得开修改器体验内容吧。反正仁者见仁，我觉得这方面贴合大众，平滑难度曲线还算不错。前期玩还有点意思，但越往后期你就会发现越无聊，除了场景和怪有些变化，基本就是刷刷刷，其他都没有什么玩法上的改变。那有观众说游戏不是支持多人联机吗？对的，目前游戏可以支持3人联机，联机网速非常好，这一点值得表扬。但是我建议和朋友一起玩，目前游戏内置的联机环境比较糟糕，主要表现在联机匹配的数值上，多人游戏的难度和数值会根据最高等级的玩家进行调整。我到现在也不明白这手操作的意义，也就是说你20级，你的队友50级，那你进去就是打50级的怪，不但打不动，还容易被怪秒。同时玩家之前交流困难，最开始还不能打字和语音，全靠眼神行事。然后你要是作为多人房主，也很没有排面，遇上一些玩家可以擅自点击 NPC 的对话帮你做决定了，本来要去这条路刷装备的，结果被他一搞完全去不了了。反正我联机的情况看来，大部分都是自闭玩家，各跑各的，然后一死就退游戏。要是再遇上一些开了修改器改了等级的玩家加入你的游戏，系统再根据最高等级匹配数值，哦吼，这游戏基本没法玩了。所以说交流手段的缺乏，权限设置的不完善，导致很多玩家想加入别人的游戏一起好好玩，经常被别人踢，自己当房主让别的玩家来玩，又容易被打乱，自己一个人玩又越发无聊，陷入了一种没有靠得住的朋友陪你玩，让游戏可玩性大幅下降的情况。不过最近倒是可以值得表扬的是，官方在尽力修改一些游戏存在的问题，毕竟游戏的后期和全境封锁一样，完全是装备驱动可玩性，大家就是为了去刷套装备，但刷装备的怪物完全看运气刷不刷新。要是这个区域刷新的不是你想要的怪物，不能像全境封锁一样单独重新刷新这个地方的副本，而是整个流程全来一遍，下周末继续过来赌运气。这次更新了冒险模式，已经能选择某个区域刷新了，对于想刷新某个装备的玩家来说省事了不少，但对于其他装备素质而言，官方还是缺乏了一些火候，平衡不算特别好。因此对于这个游戏最近比较火热，上个月 Steam 销量登顶，但我给大家的建议是，游戏并不算很优秀，但也不算差，玩起来还行。如果你想入手的情况，建议为你有1到2个从游戏一开始就能和你一起玩的朋友，对这个游戏有点兴趣，游戏大幅度折扣了，特别喜欢黑暗之魂、全境封锁之类的游戏玩家，如果你没有以上几点，建议不要入手。感谢收看本期的游戏布置，喜欢的观众朋友们可以点击关注，
我是乔伊，我们下期再见。